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带我去哪儿？带我去哪儿啊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你们干什么？你可以走了。啊，走，不许回头。这什么鬼地方？闹那么大动静，就为抢我身上那件袍子？早知道。解忧！墨影幽燕对其35年来所犯罪行供认不讳，这也和很多陈年旧案都对上了，但对其背后的血滴组织闭口不谈。这我想到了，老费提到的血滴令，到底是什么？血滴令？其实我也是似懂非懂。当年混迹鬼市的时候，我听来的。我真是听来的。这个叫血滴的刺客组织，至今仍是个谜。血滴令是他们向组织内部的杀手发出的最高召集令。我分析啊，这个墨影幽燕年过古稀，却仍要冒险，他应是想接下血滴令即将下达的任务，以此来证明自己仍是天下第一刺客。那这个刺杀任务是什么？这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敢瞎猜呀。行了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也许是巧合，之前血滴令被发布，都是在朝堂变动之年，比如神龙元年、景龙元年、唐龙元年。哎呀，今年长安的天气怪得很啊！陛下，这味道怎么不对？奴婢自作主张添加了麦冬、茯苓、酸枣仁儿。为何？昔日文王演卦，少须沐浴更衣。黄帝内经亦云：阳气尽则卧。陛下连日暗读劳形，每日睡不过2个时辰，圣宫便是社稷根本，不能让萧主焚尽灯熄。大胆！陛下恕罪。灭你熬赤剑粉，就是为了有精神理政，这不用什么安眠之方。可是陛下比奴婢清楚，长此以往的熬下去，不行。你也是为朕好，起来吧。
朕却是有些乏了。月华流瓦，陆宁洁白，正可是神游太清。陛下这双披越乾坤的手，总得容他沾沾枕头香吧？你以为朕想睡就能睡得着吗？你以为朕之忧愁只在这些奏折里吗？若是每日熬2次吃淀粉咸类，你可以不干。能在陛下左右1日，也是上一世修来的福分。若嫌阿音啰嗦，轰出宫去便是，杖毙亦可。你也不容易，每个人心头都有愁事，而解忧之方何在？哎，那个荣令峰，英国公李绩的故居就在普宁坊的西南角，要不咱们去看看，也沾沾君神的仙气儿。没那闲工夫。咱们现在不就闲着呢吗？入坊离岸以来，头一回没人。上次在青龙坊碰上红药弹琵琶，抢了咱们的风头，那也还是有人报案呢。可是今天，这样下去，入不入坊没什么必要了。嘘。卢参军，我打听到了，普宁坊的人全跑去修真坊了。这是为何？说是修真坊有个女语师在祈雨。啊？女语师？哎呀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长安之前从来没有过女语师。罗参军，咱们去看看。啊，你公务在身，去不了。可我苏明一介白衣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再说了，我是真想一睹女语师的风采。瑞秋，接着跳呀！我就喜欢看你扭啊！不许亵渎语师！若是求不下雨来，公协会治你的罪。就是，阿大，喜欢看人扭啊，我扭给你看呢。恶心！切！龙王爷在上，修真坊语师瑞秋，祈求您普降甘霖。娘子好。
方才祈雨之际，你的舞跳得真好，不知那舞可有名字？没有，只是拼凑了一些简单的动作，方便大家跟着我一起跳罢了。那便可称作雨师舞了。雨师辛苦，请问祈雨的结果如何呀？很顺利，今日龙王爷在家，长安必定有雨。但愿这修真方能下得多些，免得别人说我这女雨师不如男子。罗阿生好歹也是在长安有宅子的人，这样的袍子才配得上我嘛。没扣子，那个掌柜的又糊弄我。但他确实没有补丁嘛，而且还便宜，真好真好。上官，上官，上官！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我是阿生，我是来报案的。您看，血书，救命解，也许是谢，一个人的姓。后面没写完的，应该是那个人的名字。有道理。这是要出人命啊！值多少钱？先说说看，你这张字条是从哪里发现的？这儿，这，藏这里。这件衣服不是你的？是。哦，是我今天去旧货店买的。买的时候盘扣就掉了？就没有，我正准备去旧货店退货呢。啊，这案子值多少钱？你这么爱钱，这张纸不会是你伪造的来骗钱的吧？没，我阿生是在长安有宅子的人，可不敢骗公谢。那我问你，这衣服是从哪儿买的？红娘子旧货店，莲花寺北边。所以这案子到底值多少钱啊？多少赏我点儿。老罗，来，跟我们来。要是你的线索真能探破命案，定会给你送去赏钱。这像是一封求救的血书，最后一个字没写完，像是夏天的夏，亦或是忧愁的忧。谢夏谢忧，倒是像人的名字。你是叫阿生是吧？是。你得把衣服留下，当做证物。哦，那是得留下。我这袍子100文买的，原价给你们。你说什么？这么件旧衣服100文，你骗谁呢？实不相瞒，那旧衣铺我经常去，这件衣服就是在那儿买的。你猜猜多少钱？您这件也是那旧货店买的？这得多少钱啊？40文。40文？我就说那掌柜的坑我吧，这连扣子都没有，跟我要50文。给他50文。你觉得这字迹是何时所写？乍一看，应是半月前。兵分两路，
你去查这件袍子的线索，我去找喜君，请他判断出这没写完的字到底是什么。我知道，这是我今天卖出去的，买主叫阿生，嘴里常挂着在长安有宅子，却是个极其吝啬之人。我这件衣服一个补丁都没有，他就在这跟我讨价还价，没完没了，都耽误我做生意了。最后就给了30文，我都是赔本的呀。多少？30？哼，这个阿生可真行，连我都给骗了。哎，你刚才说赔本是什么意思？嗨，我不是做旧物生意的吗？这些啊，全是我在坊间收的。我收这件衣服就花了40文。你还记得是从谁手里收的吗？记得，修真坊的羽师，全长安唯一的女羽师。很顺利，今日龙王爷在家，长安定会有雨。来了。莫非这是人血？没错，是在一件来路未明的2手袍子里发现的，应是求救之人在危急时所写的。根据血迹，宿命推断写于半个月前，故写字之人应凶多吉少了。半个月？血腥味儿还在，依我看来，不超过5天。5天？再让我看看。看着最后一个字，如不出意外，忧的可能性大一些。夏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微乎其微。若这个字是谢，那么就应该读谢忧2字；若非姓氏，就是解忧了。解忧，在求救血书上写此2字，未免也太怪了吧？是啊，所以你应该先查叫谢忧的人。多谢喜君，多谢老飞。哎，等一等，带上伞吧，要下雨了。雨师娘子，你可真厉害！你叫老天爷下雨，他就下。要不，你再跳跳，让老天爷也在我的心坎里边下场雨，怎么样？出去。你每次登台祈雨，我都来看，不感动吗？现在没人，你单独对我好点，怎么了？你还是出去吧，不然你会后悔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调戏你怎么了？没揍你就不错了。我娘子就是被我打跑的。要不你做我的新娘子吧，我不会天天打你的，隔3差5打一顿，我舒服，你老实。松手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。笑话，我阿大什么人？长这么大从来没后悔过。好，那你告诉我你家住址。你要干什么？
怎么，不敢？哼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长乐坊赵景公寺旁就是我阿大家，怎么着吧？记下了。你额头的伤是怎么弄的？你男人不会也打你吧？让我心疼心疼我娘子！住手！你是何人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调戏雨师！她是我娘子，你管得着吗？这无赖胡说！谁是你娘子？你如此放肆，就不怕公谢抓你吗？抓我？说我调戏她，谁能作证？我便是证人。活人才能作证。司法参军的流动公廨就在附近，我不信你敢行凶。外边雨下这么大，哪有人看见？再说了，我娘子可不会报官的，对吗？大胆狂徒，还不赶紧放了他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你们俩是一家的，讲话都一样。我先宰了你，再看谁后悔。陆凌风，救我！找死！敢欺负我的人！我何时成了你的人了？哦，我一直都是樱桃女侠的人，永远都是。雨师娘子，我之前去了红娘子旧货店，那儿的掌柜的说这袍子是你卖给他的。是，卖了40文，若需退还，随时可以。若加罚，我也认。你若卖的是自家的袍子，当然不用退还，更不用加罚。这不是我家的。那是哪儿来的？再过一刻，雨便停了。到时我带你们去个地方，便知道这衣服的来历了。你是神仙啊，雨什么时候停都知道。这雨本来就是我求来的，不信，你问他。怎么回事？你们俩早就认识？怎么认识的？我之前不认识他。我今天不是跟那个卢凌风流动公堂吗？正好赶上他求雨。陆参军，我回来了。司户公廨那边怎么样？叫谢优的没有。叫谢夏的倒是查到2个，一男一女。我和老罗分头去寻，结果2个谢夏都在自己家中，并未曾遇险。陆参军，我这里有一份，你看。谢优，此人非长安在籍，是外州来应试的。故只在雍州府临时户部上有登记。东方门侧门口有水井之宅，便是暂住居所。走，去修真坊。撤。
应该就是这儿。这家上了锁。哎呀，是租客吧？这宅子不错。对呀，要租房来我们修真坊啊，就对了。就是偏了点儿，可是再偏那也是在北边啊。要租赶紧租啊！最近进坊修仙的人越来越多，房价马上要上涨了。是啊。我不是来租房的，请问3位娘子，这宅子住的可是姓谢名优？啊，不是租客呀，是来找谢居子的。他已经搬走了。他何时搬走的？3、4个月之前吧。说具体些。哎呦，小郎君，那么凶干什么？雪环，宫谢查案。在一间旧货铺出售的袍子中，发现了求救的血书，很有可能是这位谢居子所写。你们知道他搬去哪儿了吗？求救？血书？怎么？这个，我们几位邻居也觉得难以置信，他怎么可能出事呢？毕竟他人挺好的。对，贵为举子，一点儿也不清高。是啊，还经常帮我们干活，还给我写诗呢。我们还总做好吃的给他。橘子是南州人，喜欢吃蘑菇。今年他生日时，我们还专门到乐游园采了蘑菇，给他做汤。生日时，看来你们邻里的关系不错呀。瞎说什么啊！上官在查案呢。就这张嘴。3位怎么称呼？曼娘、阿聪、阿花。在下雍州司法3军卢林峰。3位娘子，一旦有谢居子任何线索，立刻上报宫谢。走。卢三军，请喝茶。哎，李方正，刚才我所说的谢优，你可认识？认识啊，这坊间的举子我岂敢不认识？万一哪天高中了，那再认识那岂不是晚了？有道理。他人怎么样？好人一个。要不怎么能叫他解忧郎呢？哦，这解忧郎是何意啊？他呢，虽说是个租户，但是呢，为人热情，喜欢帮助别人，所以啊，周边那些个女邻居啊，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。女邻居，我今天倒是见过。这个谢居子啊，租的是曼娘的房子，可说来也巧，这房子周围啊，住的都是一些寡居的女人，然后菊子呢，常帮他们写写信、写写诗。有时候也干一些体力活，不过呢，太脏太累了，邻居们也舍不得让他干。哦，你说他是好人吧？他对这些女子那是真好，可是对我，怎么？他对方正您不恭敬？啊，恭敬倒是蛮恭敬的，可是他戏耍于我，把我搞得这叫尴尬呀。你能具体说说吗？哎呀，他呢？曾经求我帮他寻一个占卜师，想算一算来年看能否高中。我呢就把这个朱雀大街以西最好的占卜师请来给他算，说他来年能够高中。那当时把他给乐得手舞足蹈的，当场就约好了生日那天设宴，请我和占卜师。结果呢，他偷偷搬走了，人家占卜师那是逼着让我请客，这害得我打了不少银钱。生日。他是在生日之前搬走的。对啊。雪欢，听见了，时间对不上。当如何？拿人。
花，你来了。你快把我从笼子里放出去，让我溜达溜达。昨天是我不好，但不是我不想尽力啊，我实在太累了，你就别惩罚我了，把我从笼子里放出去，让我去床上休息2天。等我养足了精神，我一定……一定什么呀？一定对他好是吧？那我呢？阿聪，你也来了。哎，曼娘，你们一起来的？正好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真的吃不消了。谢橘子，原来你早就想走，所以就写了血书找人救你。只是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是怎么把血书传出去的？现在我们3个都在，你说吧，到底是谁帮你传递的血书？说出来，省得我们姐妹3个相互猜忌。要不然……别！我不知道什么血书，我什么时候学过血书啊？说出来，省得我们姐妹3个相互猜忌。要不然……别！我不知道什么血书，我什么时候学过血书啊？招惹完我们，想一走了之。要不是把你关在这儿，你早就跑了。写了求救血书还不敢承认，哎呀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虽然有点舍不得，我也只能宰了你。鱼，下马，别出动静。我是想过换个地方租房住，可现在我不想走啊！你们3姐妹待我不薄，轮着班陪我，这比亲人之福还亲人之福。神仙一样的日子谁想走啊？还有，我过生日想吃蘑菇，你们3姐妹就给我采蘑菇做汤，我哪还有想走的心思吗？你真的没有写过血书？没有啊！来，不信你们看，我这10根手指头哪里有伤，哪里有出过血啊？莫非是那个卢凌风诈我们？曼娘，你也不用太过警觉，定是姓卢的弄错了。我们在修真坊住了好几年，想必不会出事的。我还是怪你，曼娘让你少说话，你偏不听。谁把他关进笼子里的？是我。放他出来吧，
关久了落下毛病，如何替我姐妹解忧？哎呦，大姐，说的好像就你心疼她似的。多谢三位娘子。解忧了，既然不是你写的血书求救，那就在这好好待着吧，省得你到别处去拈花惹草。你也不用考什么进士了，我们姐三个好好待你，这辈子就这么过了。终于有人来救我了！这三个女贼凶恶至极啊！我被囚在这里暗无天日，一天到晚的帮他们解忧啊！混账！你刚才不还说其人之福吗？这片林子叫升仙林，袍子是3天前的早上我在一棵树上够下来的。按方内民俗，但凡有人死去，家人就会把死者生前最后所穿的衣服或饰品抹上少许羊油，挂在这升仙林的树杈上。这件袍子是死人生前穿的。把死者的衣服挂起来，名为招魂之说，实为降鬼之用。死者的鬼魂如此才不会缠在家里不走。那真相不就是人一死就被家里人嫌弃吗？怎么，我说错了？非也，只是别人都没这么想，可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那儿怎么有只绿色的鸟？还真是，翠绿翠绿的。哎，雨氏娘子，你常来这儿吗？每天早上都来，因为除了雨氏之外，我还有另一个身份，便是采路人。采集晨露。正是，雨师如仵作，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。到我这一代无男丁。那年我10岁，便稀里糊涂地成为了长安第一个女雨师。对此我说不上讨厌，也谈不上喜欢，但总想着自己做主，选择一件事做，便成了采路人。露水采来何用？多年来，修真方一直接纳来自其他各方，甚至是外州的修仙者，现已聚集近1000人。在他们看来，若能一直服用晨露，久而久之便可飞升。哦，这倒是个没本的买卖。那天早上，我跟平日一样，来这升仙林采集晨露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升仙林拿衣服，主要是很喜欢这个颜色，想着祈雨的时候穿。可拿回家试穿时，不知为何，一阵透骨的寒气袭来，真让人怕。正赶上有人来收旧物，我就把它卖了。我是有错，可这衣服是给死人挂的，也不算盗窃吧？应不算。只是我想知道，这袍子当时挂在哪儿啊？就是这儿。就那根树杈。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要回去给郎君做饭了。啊，有劳娘子了。今日幸亏先生赶到，才没让那无赖得逞。谢谢。嗨，别提了，要是没有樱桃女侠，无命休矣。那我也要谢谢你。不必，我也不是来救你的。那你也是个好姑娘，这位苏先生好福气。啊？我还真是个好姑娘，你也不错。
哎，我说这怎么还互相夸上了？二位在此不宜久留，此地虽名为升仙岭，阴气居中吧。多谢提醒，我们转转就走。这女人怪怪的。怪吗？人家刚才可夸你了。她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好姑娘。啊，是。好姑娘能上树吗？那当然。鼻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树上怎么那么多鸟啊？还都是绿色的。据传说，人死之后入葬之前，会从棺材里飞出一种鸟，名唤杀。杀人的杀？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字。其羽毛是翠绿色的，乃人的鬼魂幻化而成。那叫什么杀呀？还不如直接就叫鬼鸟呢。此鸟俗名就叫鬼鸟。这鸟真怪，在外面一直都没看见，应是只生活在这片林子里。所以，怪的不是鸟，是这片林子。哎，你还能上去吗？能。上面可有什么蛛丝马迹？没有，这树杈上连个线头都没有。莫非那个瑞秋骗了我们？来，你接着啊，把它挂那儿。哦。哎，干什么呢？赶紧仔细找找，若这袍子之前有盘扣，那一定是瑞秋拽下来的时候给扯掉了。快找找。苏明，啊，是不是这个？应该就是它。这布料很普通，可这盘扣却是绿松石做的。这袍子啊，有些来历。还不快跑！哎！二位，想必是行走江湖的朋友，此来行刺，受何人指使啊？不说。好，我说，我身后的是我的人。你们若敢害他性命，或伤他毫厘，我一定会跟你们拼命，哪怕流光最后一滴血。幸亏你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，要不然我这一天我死2回了。哎呦，啊，快帮我揉揉腰。怎么了？刚才救你的时候闪着腰了，
还好把那2个刺客吓走了，不然咱俩都得没命。我是不是自由了？我是不是自由了？多谢上官，多谢各位！我迫不及待要去逛逛东市，吃一碗萧家馄饨，我买套像样的衣服，然后去平客坊快活快活。去平康坊，我也只听歌姬弹琵琶，几个月了，耳畔没有丝竹声，我真是受不了啊！你真的没有写过血书？没有啊，要不然你们再看看，有手指头多疼啊，我可下不去嘴。写下你的名字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哪那么多废话？这是你问为什么的地方吗？哦，我写。那3个女子为何要囚禁你？他们是歹人呢。哦，那你解忧郎的绰号是怎么来的？是，怪我，是我先勾引他们，这点我认。后来我想抽身，可没走成啊。自作自受，你这样的品行，不配考取进士。滚回老家去吧！他一下笔便知，那血书绝不是他写的。不过我想说的是，写那血书之人一定是读书人。哦，用写字还能写那么端正，不太容易的。明白了，辛苦了。3个女子是邻居，又都是寡妇，这种情况在修真坊多吗？不多，我相信这到哪儿也应该不多。他们一直住在那儿？那倒不是，阿聪那是从小住在修真坊，招了上门女婿，那个人倒是挺老实的。再后来呢，就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死了。曼娘和阿花呢是前几年相继搬过来的，曼娘早一点，阿花呢晚几个月。那个时候阿聪的丈夫还在吗？哎呀，这我可要好好想一想了。煌煌京师，竟将人囚禁为奴，尔等该当何罪？薛旗长，他们不答话呀！刑罚伺候！刑罚伺候！我是主谋，地下密室是我家的，囚禁谢幽的主意也是我出的，与他们2人无关。让曼娘和阿花搬来做你的邻居，也是你的主意吧？你丈夫是怎么死的？把他压下去。是。曼娘，你武艺不错，手上有几条人命啊？也压下去。是。
阿花，我是从犯，我是做过刺客，可一直都是协助，我自己没杀过人的。我若没有掌握证据，能让你单独留下来吗？阿聪的丈夫是你杀的吧？不是我杀的，是曼娘。曼娘是我和阿聪的上线，怪我不谨慎，让阿聪的丈夫知道了以前的事。曼娘招呼都没打一声就下了手，血溅了我一身，吓死人了。以前的什么事啊？也没什么事啊。不招。老罗、老贾、老刘，我招。曼娘是血滴的刺客，我和阿聪是他的下线。你怎么发现破绽？你们去乐游园采蘑菇给他过生日时，明面上他已经搬走了。都怪阿花这张嘴，当然也怪我，竟被解忧郎给勾引了，才落得今天。关于血滴组织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你们直接砍我的头发！哎呀，樱桃，你是女侠，救苏无名的时候，你连死都不怕，还怕我老费这区区银针？哎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！好了，虽说已经起针了，但是你还是多趴会儿啊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有我老费在，保管无虞。哎呀，樱桃拼尽全力才护我周全，那一男一女2个刺客，武功了得呀。可是我思来想去，我想不明白，我苏明没有仇家呀，这是什么人要杀我？哎，怎么都跟刺客干上了？那3名女子虽武艺平常，但已确定是血滴的刺客。武艺平常，那顶多算个鞭子。何为鞭子？所谓鞭子嘛，就是血滴中的刺客，啊，也不算刺客，他们可以自行发展下线，但只有1对1的上限。若是他们和上线失去联络，那么就成了弃子，永远也找不到组织了。这血滴中的核心刺客呀，要么是武功高强，要么是身怀绝技，还有就是下毒或是幻术的高手。总而言之，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个个傲慢无比。像烽火疗城、墨影幽燕这样级别的刺客，那自然有各种买卖慕名找到他们。可如果被刺杀的对象是普通的无名之辈，即便给他们再多的钱，他们也不会亲自动手。这样就有了鞭子替他们干点杂活，也有师傅把徒弟培养成鞭子的先例。我说老费啊，这你倒是了解得挺清楚啊。那当然，毕竟我给墨影老贼治过伤啊。苏明，这个你要不再看看？你说是15天之前，可老费推断是在5日内。哦，这血字甚麻，如蚯蚓走泥纹。当时虽是乍一看的判断，现在看来无误啊。像这等完全干透了还发脆的，应至少是15日了吧？苏明，你跟狄公学的确实不错，有人犯案留下痕迹，定逃不过你的法眼。但若说起人血，
那大概还是我老费见得多吧。我说不出5日，那是我闻出来的，你试试。切，你们的鼻子都不行，没闻到血腥味儿。没有啊，你多抠下一点来，溶之于水再闻，尤其是那个蟹字，或者是叫那个解字。你看前面“救命”2字，明显浅于后面的2字。这是因为刚写的时候写稀，所以需要不断的咬破指尖。你看，写到后面就咽如朱砂了。恩师孙思邈曾说：“人血离体3日泛腥，5日生腐。”你现在再闻闻水中之血。确实有淡淡的腥味，此乃血中精气未散之象。按《黄帝内经》血气衰变之法推算，绝超不过5日，当在3日至5日之间。可这字迹的干裂程度，哦，我明白了。近日长安的雨师都在求雨，而雨是今日午后才下。那件袍子一直挂在生鲜里，袍子遭风吹日晒，加速了它的风干，才导致这只写了几日的血书，看上去像是有半月之久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呀，多谢费老神医纠正了我的误判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咱都是一家子人了，行此大礼，我还怕折寿呢。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，问我，我随时指点1、2啊。行了，都坐下吧。甭管15日还是5日，两边线索都断了。不是还抓了3个女刺客吗？也算大有收获。你们说巧不巧？今日我从公廨出来，碰到了英雄楼的侯掌柜，我便点了他们家几道最拿手的菜，应该一会儿也送到了。我们小酌几杯如何？哎，小酌好啊，小酌可以舒筋活血，正好能让我的药好得快一点。阮大雄出塞去了，侯掌柜独掌酒楼，事儿可不少呢。店里的伙计本来就不多，你还大老远的让人送菜过来，岂不是耽误了英雄楼的生意？听着倒像是卢参军入股了英雄楼的股钱。再说了，怎么会让他们家的伙计送？我是叫了跑腿去取。这些日子大家都很忙，卢凌风和薛环住公廨更是难得一聚，却来不及下厨烧菜，只能这样子了。我刚才已经叫薛环去把好酒了。哎呀，还是喜君懂我。我这个鎏金乌马衔杯纹银壶已经空了。哎，喜君送我这个壶，我起的名好听吧？好是好，就是有点拗口。哎，切！按照原本的计划，明日正该入修真坊礼安，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，故我今日就不喝了。哎呀，最近查的案遇到的事儿，都跟这个修真坊有关。要不明日我陪你同去？哎，是你主动要去的，别抱怨。为了探案，我何时抱怨过？辛苦你了，你的跑腿费。哎，多谢小姐。实不相瞒，我做跑腿啊，已有半年多了，还是头一回送饭食。这来的时候我就在想，是谁这么有钱，就几道菜是要从开远门外穿半个长安城送来。殊不知，你要宴请赫赫有名的狄公弟子。
我见过陆参军，入方般威风凛凛，对咱老百姓又和善。我这一趟跑腿啊，可是值了。给，这是卢参军赏你的。哎，谢谢小姐，谢谢陆参军。那你们慢慢吃，我就先走了，还有东西要送呢。告辞。哎，为官者能得到百姓的认可，那是最开心的事儿。今晚要不多少的喝点，小酌不耽误明日入方立案。那就小酌。小酌。我老费平生最讨厌小酌二字，处处透着矫情。你俩小酌啊，我与诸君痛饮。既喝酒当痛饮。走吧。来，哎，等会儿，英子。一美，不是怀疑英雄楼，也不是怀疑那个跑腿的，是今日我险遭不测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这么做是对的，在义兄和卢凌风身旁，我们应该处处格外小心。不过由此可推断，跑腿送吃食恐暂时难以流行，毕竟长安有跑腿这行以来，入口之物是从不送的。今日我是多给了跑腿1倍的工钱，人家才肯接下这单生意。无毒，可以吃了。你们刚才是在说修真坊吗？听说那里是修仙圣地，我还是小时候去过。那就一起去。喝酒。来，你们都去了，谁照顾苏山殿呐？你。那你告诉我，他失踪几日了？半个月左右吧。具体点。17天前的夜里走的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。啊，对了，我男人的脖子上有一块胎记，挺大的，就像是一条大黑虫子一样趴在那儿，很好认的。还有，他还因为这块胎记，给自己起了个绰号，叫赖大虫。那你把阿赖的样貌说给这位小姐听，让她帮你画出像来。哦，这位大嫂，请跟我来。瑞秋，这位是在下辛子房，长安县令。见过辛县令。哎呀，早就听闻修真坊的羽师有天仙之貌，果然不虚呀。若曹子建得会娘子，怕是要废了洛神府。偏若惊鸿4个字，本该写给你呀。县令谬赞了。若没什么事，瑞秋先起语了。哎，有事，有正事。羽师娘子有如此容颜，求羽师一直戴着面具，岂不可惜？我想，能不能不戴？这不好吧？这羽师求雨从来都是戴着那龙头面具的，不然的话，就怕那龙王他不让进门呢。哦，那就在正式的起雨仪式之后。我听说你常在台上带着大家跳舞，这个时候再摘下面具。这，我大唐开放，包容并举，不必因循守旧。相信羽师娘子摘下面具之际，一定会大受欢迎，能够将街东的百姓，特别是万年的达官贵人，都吸引过来。方丈，在。我听说来你坊间修仙的人是越来越多呀。是。这个不敢谎报，入坊修仙者近1000人。此间叫修真坊，就是整个长安最适合修仙的地方。现在才来了1000人，太少了。我相信，羽师娘子能摘下面具，
就能招来更多的人到修真坊。你趁机将修仙圣地这块金字招牌打出去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修真坊的游客和房价不就……啊？那感情好啊！不过瑞秋，雨师娘子的工钱先给番2倍，由长安县直接出资。娘子，如此可好？承蒙县令高看，我倒是愿意，只是额头有伤，怕吓到人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人干的？我自己不小心磕的。若依县令所说，摘掉面具，我需稍整妆容，晚些开始祈雨，可好？这位小姐画的可真好，像极了我那郎君。你男人的脾气秉性如何？他……郎君，你这是又要去哪儿啊？哎，郎君，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敢问老子去哪儿？阿赖，你不要每天游手好闲的，动不动就打娘子。再有，哪有自己给自己起名叫大虫的？那不是因为你给我生条虫子吗？能赖我吗？老东西，你要是给我生成潘安，我还能游手好闲吗？你要是给我生成吕布，我是不是早就成龙了？还用得着叫大虫吗？你这个逆子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你起来！这有大虫什么意思？那是老虎！两个老东西，要是再敢烦我，吃了你！起来！世间竟有这等不孝之人！啊，要不是郎君失踪，我是绝不敢在外人面前说他的坏话的。上官，求求您帮我找找他吧，阿爷和阿娘也还都盼着他能回来呢。祈雨马上开始了！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阿赖可有要好的朋友？狐朋狗友自是有些的，但是要好的却是一个都没有。他平日连蒙带骗，还偷朋友的东西，甚至还调戏人家的娘子。这样的人，谁又会跟他要好呢？好了，情况我们都知道了。什么时候能找到他人呢？你先回去，有消息会通知你的。他要是还活着，你们找到他了，可千万不能告诉他那些丑事是我说的。要是让他知道了，我可就没命了。还有，千万不要惩罚他。为何？这个阿赖如此不堪，公谢代为惩罚，有何不可？对自己的阿爷阿娘都这样不孝，不能罚吗？怕是他受了罚，回来之后，定是要变本加厉的待我。再有，他毕竟是我的郎君，我也舍不得他挨板子啊。好了，你先回家去吧。我不回家，我还等着跟雨师娘子一起跳舞呢。这一天烦心的事太多了，就这一会儿能解去忧愁。龙王爷在上，修真坊雨师瑞秋，祈求您辅将甘霖。龙王爷，显灵啊！
天就看了，跳的还挺有意思的。季军，走，咱们也去学着跳跳。贤玲，贤玲，哎，不是你们俩看我干什么？赶紧去散布消息，告诉他们，我们长安县的雨师娘子美若天仙啊，九羽最灵，很有可能是龙女下凡，所以很多人才入修真坊修仙。啊，快去呀！陆参军，师傅。徒儿，你看，我长安百姓其乐融融，若天下都能如此和谐安定，盛世不就来了吗？原来师傅是这么想的，那我跟他们一起去学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去跳吧，还有你们，都去跳。是。太熟悉了，就盼着齐雨了。跟雨师娘子跳舞这功夫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我也是，我住宣阳坊，为了跟雨师娘子跳舞啊，我决定搬到修真坊了。这每天跳一跳舞啊，就能解忧，多好！是，井底之蛙。你说谁呢？说二位啊。这真正能解忧的地方，确实在修真坊，不过不是这儿。二位要想试试的话，我可以引荐。一副穷酸相，哎，别理他。哎，你县令，县令，啊！跟着他即可，看看他都在做什么。哎，那雨师舞挺有意思的，你咋不跟着跳啊？我是暗探，需对得起雍州府给的月俸，不是吗？哦，苏明，你跳舞就跳舞，少与那些女子眉来眼去。哪有？有吗？敢有！你们谁啊？哎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哎，我赖大成可不是好惹的，你们放开我！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哎，松手！扒人家衣服做什么呀？你可以走了。啊？你们把我抓到这鬼地方来，什么也不做，要撵我走啊？滚！哎！我赖大成也是你们想欺负就欺负的。改天一把火烧了你们这个鬼地方！娘的！哎！你们干什么？我赖大成可不是好惹的！
你需慢一些，不然露水都落到地上了。多谢雨师娘子指点。是你？